路飞看着眼前的巨龙，愣了几秒钟后，双眼放光。见识过巨人，见识过鱼人，从来没看过真正的龙。巨龙踏着沉重的步伐向路飞几个人追过来。路飞分明听见巨龙对他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几个人躲开巨龙攻击，巨龙瘪了一口怒气，接着喷出火焰。好在大家反应迅速，躲闪一边，乌索普吓得四体横流。只有路飞十分开心，好像小孩子看到了新奇的玩具一样。路飞开启二档，冲过去对着龙头就是一拳。奈何巨龙护甲太高，皮毛都没伤到，一个神龙摆尾把路飞拍了下来。索隆也来了激情，拔出双刀。乌索普在后面狠狠扇了索隆一巴掌，能不能不要挑衅这条龙了？巨龙转过头，直奔着索隆而来。索隆严阵以待，突然听到巨龙说了一句：“感受到你的气息了。”索隆方寸大乱，躲过巨龙的冲撞。这家伙果然会说话。巨龙没给索隆反应的时间，继续横冲直撞。索隆三刀齐用，一招疾虎兽将巨龙挡了下来。巨龙的力量出乎意料的大，索隆对抗的十分牵强。路飞从碎石堆里爬了出来，从后面狠狠给了巨龙一脚，把巨龙踢得嗷嗷直叫。接着巨龙飞向天空，对着路飞几个人怒目而视。突然他说道：“你们也是齐武海的同伙？”这家伙总是突然蹦出来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吸引人的注意力，然后趁机突袭。路飞几个人一愣神，巨龙一口盐汽水喷了下来，差一点就把路飞四人燃了。几个人只能到处躲藏，本来就已经热到极限了，加上不断奔跑运动，身上简直汗流如注。这样下去过不了多长时间，直接就脱水了。路飞抓住被烤得通红的墙壁，弹射到了巨龙的背部，打算直接将巨龙打下来，让索隆砍了他。结果在滚烫的巨龙背部，路飞有了新的发现，上面居然有一个人卡在了龙的身上，只剩下一双腿在不停的摆动。刚刚他们以为巨龙会说话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声音其实是从这个人身上传出来的。巨龙发现路飞跑到后背上，回头就是一口。路飞抱起巨龙的翅膀塞进巨龙嘴里，巨龙咬了几口，疼得要死，失去飞行的能力，从高空中坠下。索隆在下面等了半天，看到巨龙掉了下来，大叫一声冲过去。乌索普很默契地射出一颗跳床花，索隆跳在上面，弹射到半空中，对准巨龙的脑袋就是一刀，一刀流狮子咯咯，唰的一声轻响，巨龙的脑袋应声而落。桑尼号上那边几个人越来越难，刚开始吃冰激凌还能挺一挺，现在这感觉手中的冰激凌都是热的，周围的温度越来越高，喝进肚子里的水瞬间就变成汗，从身上挤出来了。娜美观察着天空，发现这个岛分成两种极端的气候，灼热和极寒。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正好是灼热面，在娜美几人看不见的地方，有几个身穿辐射服的神秘家伙偷偷攀上了桑尼号，利用催眠烟雾将娜美几人放倒。只有山治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做点心，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。山治做好美食后，很自然地撞开了厨房门，冲出来，结果猝不及防地猛吸了几口催眠烟雾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山治跌跌撞撞地回到厨房，打算用电话虫通知路飞几个人，随即脑袋一沉，失去了知觉。一大群身穿辐射服的人清点了俘虏，然后将山治等人绑起来，带去了庞克哈萨德。不过布鲁克很幸运，因为是骷髅，被人当作尸体遗弃在了桑尼号上。等到布鲁克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四周突然冷得让人发抖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桑尼号停靠在了正在下雪的雪山附近。那群身穿辐射服的打手们看到布鲁克后，全部吓了一跳，举起来福枪对着布鲁克就是一阵射击。同一时间，乔巴和山治、弗兰奇、娜美被关在了岛上的一个实验基地中。四个人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这是一个钢铁房间，根本出不去。奇怪的是，他们在地上捡到了一个分成8块的人头，而且人头还能说话，不知道被什么人用了奇怪的能力。四个人合力将人头组装起来。这个人自称是武士，被某一个更奇怪的人砍下了脑袋，不过自己却没有死，而且分成8块被丢弃在这里。路飞等人干掉了巨龙，首先要把卡在巨龙身上的那个人拔出来。这种有趣的活动当然是交给船长路飞来完成的。路飞大吼一声，抓住那个人的屁股就往外扯，那个人一顿猛烈挣扎，路飞一用劲儿将那个人拔了出来，结果几个人吓了一跳，这分明就是一个人的下半身而已，下半身居然会说话，简直就是怪物。那双腿看不到前面的路，只能感受到路飞等人的气息，于是忙踢一脚，路飞迅速躲开，接着那双腿大叫着愚蠢的七武海，一边向旁边奔去。路飞看得双眼放光，这么有意思的东西可是不多见了，立刻尖叫着追了上去。七武海，罗宾陷入沉思，如果有七武海在这个岛上，岂不是很麻烦？搞不好又要干架了。路飞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死活都让这双腿做自己的伙伴。这双腿也是厉害，虽然看不见听不见，但是可以凭借气息躲过路飞的攻击，而且稳稳地跳过火海，站在高处安全地带。路飞伸长胳膊将那双腿抓住，一下子把腿扯了下来。
纠缠过程中，腿又粘到了路飞的后背上，路飞变成了半人马形态。大家将巨龙利用身边的火焰烤熟了之后吃掉，补充了一点体力，继续赶路。这时候，几个人发现了一个让人惊愕的事情，在火焰岛的前面，隔着一片湖的另一边，居然是一片冰天雪地，可以清楚地看见冰山和雪原。虽然让人感到很惊叹，不过也解开了一个谜题，那就是电话里那个惨叫的声音所说的好冷。这样看来，那些被砍的人应该就在另一边的雪地里了。路飞嚷嚷着要吃刨冰，带着陌生人的下半身直向着冰雪地带奔去。乌索普很不情愿，毕竟几个人身上的衣服这么少，在这边还不至于被热死，去了那边肯定被冻死了。乌索普正在低声抱怨，突然听见一阵扇动翅膀的声音。乌索普回头一看，清楚地看见一个长着人头的鸟。这个岛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有这么多奇怪而且诡异的生物？乌索普尖叫着奔向索隆，人头鸟却不见了。这一下，乌索普彻底害怕了，不敢独自留下来，只能硬着头皮跟路飞他们去往极寒的冰雪地带。几个人走到冰湖边，突然一个身影从路飞的后面冲了出来。路飞和袭击者对视几秒，相视一笑。原来大家都是半人马族，简直不要太有缘。乌索普接到了布鲁克的电话，布鲁克向他通报了桑尼号的情况。现在桑尼号正停在极寒岛的岸边，纳美等人神秘失踪，有一群穿着生化服的家伙想要抢劫桑尼号，不过已经被布鲁克干掉了。罗宾打算先到极寒岛的岸边和布鲁克会合，再做打算。再往前一看，本来和半人马已经成为朋友的路飞突然跟人打起架来，还有另外一个长颈鹿屁股的半人马加入其中。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帮助船长总是没错的。罗宾帮路飞干掉了敌人，大家经过商议达成一致，先到极寒岛寻找同伴。山这一边，在和奇怪的人头扯了一顿皮之后，纳美大概得知了这个小岛的地理环境，原来和他所观察的结果差不多。整个岛被分成2个部分，燃烧着的火焰岛和冰天雪地的极寒岛。之前纳美他们在火焰岛的一边，现在已经被不明歹徒挟持到了极寒岛。人头听说纳美等人是海贼之后，表现得极为厌烦，不知道这个家伙曾经经历了什么，好像和海贼有了深仇大恨。本来还想着和纳美几个人一起逃出去，现在他理都不想理他们。现在当务之急是从这个钢铁牢笼中逃出去，查明大家身处的地方之后再做打算，甚至尝试用脚将门踢开，不过以失败告终。关键时刻还得需要现代化武器。弗兰奇站出来，用游离激光束一炮将厚厚的钢铁大门轰飞。几个人向外面走去，山治突然想起来那个倔强的人头，把他揪起来之后，下巴和头发调换了位置。山治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是和之国的武士特有的发型。眼前这个满嘴咬文嚼字的家伙，看起来应该来自和之国。山治等人想起来之前接到的求救电话中提到被武士砍了，看来十有八九是眼前这个家伙干的。山治抓着武士的头发，恶狠狠地盯着他。武士犹豫一下，大概知道自己这个样子根本打不过眼前的海贼，很诚实，但是很坚定地说，在下不会无缘无故的砍人，在下是来岛上救我儿子的，任何阻碍在下的人，通通都要砍倒。基地中穿着防辐射生化服的守卫们听到了爆炸声，立刻赶了过来。看到纳美他们之后，二话不说，举枪就打。弗兰奇挡在了纳美前面，拦下子弹，接着用左手武器机关枪打了过去。干倒守卫后，迅速和纳美几个人一起溜走。4个人带着一个武士脑袋，沿着走廊狂奔。走廊尽头有一扇铁门，4个人想也没想，上前将门推开。结果惊讶的愣在原地。门的那一边是一个房间，房间里全是小孩子。仔细看看，这些孩子身高参差不齐，有的和巨人差不多高，有的和普通人一样大小。穿着生化服的守卫们带着一团气体怪物，查看了一下被弗兰奇轰碎的铁门。气体怪物一眼就看出这是被激光灼伤后的痕迹。说到激光，只有贝加朋克才有这样的技术。这时候有手下来报告，在近海发现了这艘海军的军舰。气体怪物安排手下立刻释放毒气瓦斯驱逐海军，如果和海军爆发战斗暴露行踪，事情就麻烦了。斯摩格的这艘军舰停靠在庞克哈萨德附近，专门过来搜捕草帽团，结果突然涌出了一大堆毒气瓦斯，属下们都以为是自然的毒气泄漏。斯摩格很快就察觉到事情的不对，如果庞克哈萨德充满了毒气，2年前赤犬和青雉就不会选择在这里作为决战之地。没错，岛上冰火2重天的灾难性气候，就是2个大将决战后留下的残局。纳美星人突然闯入小孩子的房间，引起大家警觉。不过当小孩子们看到弗兰奇之后，立即兴奋起来，没有人可以抵挡住机器人的诱惑呀！连带着乔巴和山治也引来了大家的注意。很快，小孩子们就和纳美一行人打成一片，大家熟悉了，套情报就自然方便了。结果没等到山治等人问出情报，武士人头率先说话了，他还找一个名叫陶之助的孩子。大家一看人头居然会说话，都吓得四处逃窜。这时候房间外面传出脚步声，守卫们已经追过来了。孩子们看见守卫后，立刻围在纳美等人前后，掩护他们逃走。出于某些原因，守卫们不会向孩子们开枪，否则会遭到老大的责骂。黄头发的巨人小孩突然问弗兰奇：“你们有船吗？救救我们！”其他孩子也围拢过来，向纳美等人求救。怎么看这里也不像是个托儿所，难道这些孩子被人绑架了？
娜美停下脚步，犹豫一下，还是决定先跑为妙。一个孩子在后面用哭腔喊道：“我们的病已经好了。”乔巴敏感地回过头，病？这些孩子生病了？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娜美等人逃走，守卫们追了过来。孩子们面露绝望，在这些守卫的口中，他们都是一群生病的孩子，被囚禁在岛上接受治疗。除了岛上的守卫和所谓的主人之外，其他人都是坏人。孩子们虽然小，但是脑子不傻，他们早就知道这些守卫不是好人。一个黑头发的小女孩哭嚎着喊道：“我想回家见爸爸妈妈，求求你们救救我们！”其他的孩子们也跟着哭了起来。他们早就发现这个岛上根本没有其他的人，除了面前这些陌生人之外，他们没有任何得救的机会。娜美本来是拒绝他们的，自己一伙人也在被追捕，而且他们刚刚来到岛上，连这个岛什么情况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躲藏。带着这些孩子根本就是个累赘。黑头的小女孩哭喊着说：“那等你们回来救我们吧，求求你们一定要回来！”娜美突然站住脚，想起了自己的身世，她郑重地和山治说：“我们把这些孩子们带走吧。”山治倒是对孩子无感，但是娜美拜托他的事情，他一定会答应。守卫们追了上来，打算开枪，连同孩子们一起打倒。一道火焰冲出去，山治用燃烧着的右腿将前排的守卫踢倒。乔巴和弗兰奇也随即加入战斗。山治帅气地吸了一口烟，说道：“孩子们，跟着漂亮姐姐和功夫狸猫快跑吧！追兵我们来挡。”镜头转回路飞一行人，四人面对面前又宽又长的冰湖陷入沉思。路飞和罗宾不会游泳，于是路飞的脑海中勾勒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办法，那就是让索罗和乌索普背着二人游过去。乌索普看到路飞和罗宾的眼神就不太对，猜到两个人的小算盘，于是用入自己的奇妙种子团扇草和香蕉船，把香蕉船扔到湖水中，四个人坐上去，用团扇草当做船桨，一点点划过去。后面的豹子屁股的半人马爬了起来，想用石头击沉香蕉船，但是距离太远，失败了。于是吹响了号角，呼唤对面的同伴接应。罗宾等人向对面一看，在极寒岛的岸边站了一排半人马黑影，为首的是一个体型十分巨大，一看就不是好惹的主。路飞一行人遭遇了神秘团伙的堵截，耽误了上岸的时间。布鲁克还在极寒岛的岸边等着他们，无聊地玩起了雪人。突然一个刀锋掠过，布鲁克的雪人被人砍成两半。布鲁克感受到了一阵寒意，拔刀一挡，只见一个不速之客正拿着刀砍过来。这个家伙比布鲁克还要惊悚，没有头，没有腿，只有一截身子在那里。我是谢幕君，咱们下期见。